它是有一个四合院，京郊四合院。这个四合院听起来还是很气派的，因为在以前它这种四合院基本上都是有那种有钱的。然后这边有资料记载，始建于清中期，然后一个姓金的好像是做典当的生意。这里应该是一个，好像是一个当铺，一个像我们所说的一个门市。对，这里就是它的窗户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个窗户，它这个可以是这个板，它是可以取下来的。哦，这样子，我们可以在那个古装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啊。对，它如果它营业的话，会把这个门板给取下来，然后在那个打烊的时候，它再把这个门给上上去。哦，看来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，现实生活中还是存在这个东西啊。果然是，果然电视没有骗我。对。在这里呢，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房子。它是用石头堆砌的，而且它的墙特别的高，应该里面是一个院子。在这边有一个对联，只有一个对联。然后上面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，上面刻的有雕刻一个柱子，上面写的一个乾一个坤，这有什么寓意吗？现在呢，我感觉到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明清街的中心地段啊，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场地啊。它是干嘛用的呢？在这个场地的旁边，我发现一个很美的房子，然后它的雕刻也很精致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是一个凉亭好像，但是它两边各有一个门，它这个是有人居住吗？对啊，好奇怪啊！哇，这里面什么有没有？有两根柱子。但是这个看起来好眼熟啊！哎，我看一下啊，这里一个门，然后这边一个门。哎，我好像知道是干嘛的了，小雪。干什么用的？这个应该是戏台。哦，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，感觉是似曾相识。对对对，你看啊，它这里就是表演的地方，然后这个下面的场地嘛，就是供人观看的地方应该。然后后面呢，就是他们表演的时候准备用的吧，对吧？应该是一个后台哈。嗯，对对对。现在我们带到别墅去看一下。我们进来呢，可以看到它这里面不仅有木房子，还有石头房子。它里面主要有3个朝代的建筑，一个是明，一个是清，还有一个民国时期的建筑。感觉这里面的保存还真的是挺完整的哦。我们在这个街道上走啊，到处都是这个。不是明朝的房子，就是清朝的房子，要不就是民国时期，很有历史感。对对对，哎，那里有一个屯里人家。这边有一个房子，然后它这边基本上都是这种一个格式的，它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啊，你知道它这个什么意思吗？它这个是古代那个女子嘛，不是有那个包那个脚嘛，裹脚对吧？裹脚，对他们看到过，就是把这个脚包成那个3寸金莲，大概有这么长的应该样子啊，对对，然后包起来我都给包变形了，啊对，这个是一种陋习啊，我们先说一下啊。但是呢，这个门呢，它就是为那些女子嘛，因为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为那个女子呢，她为了能看到外面，但是呢，她又不出门，她扶着这个门就看到外面，是这个意思。哇，古代的女人真的好辛苦。对对对，啊，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。我们走到这边来呢，就发现呢，已经快走完了，因为这下面呢就是下坡，应该在下面呢就是它那个后门呢，那个后屯的门。它这个是处在一个山里面的一个盆地里面，四周都是山。对对对，这边上也种了好多蔬菜啊，那边还有玉米。它这个好像是废弃的一个房子。对对对，废弃的这些石头给它堆起来的。给人感觉就是一股田园风，特别的舒适安逸。走到这里呢，你会发现，不管是木质结构的房子，还是这种石头垒砌的房子，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它的瓦片都是用这种片石然后为瓦的。对，因为在我们贵州啊，什么都不多，就石头比较多，所以说
这个。它与前门差别真的是太大了。云山城呢，现在已经被保护起来了。虽然被保护起来呢，但是它里面没有一点被商业化，反而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古朴宁静，让人很舒适、很安逸。然后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